妈妈讨厌我，却对表姐视如珍宝。我从小要洗衣做饭，稍不注意就要被妈妈责打，可是表姐却可以穿着公主裙弹钢琴，被小姨和姨父捧在手心里。直到那天，妈妈为表姐庆生，喝醉了才吐露实情。出生时，她把我和表姐交换了，我不是妈妈的孩子，我是小姨的孩子。可是等我欣喜若狂告诉小姨这个消息，她却冷冷一笑：“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可是我不要你，你也不会是我的女儿。”我像是被人从头到脚泼了一盆冷水。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都不要我，但从此我不要再奢求任何一份爱。直到我考上清华，将2份亲子鉴定拍在桌子上时，他们却都慌了神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陈建女，你人死哪里去了？没跟你说你表姐过生日吗？我吓了一个激灵，连忙合上手中的书，放进橱柜里。下一刻，妈妈就推开推拉门走了进来，见我怯生生地站着，她脸上满是厌恶和不耐烦。看你这个怂货样子，哪一点比得上你表姐？你窝在这里干什么呢？赶紧走！我紧张地跟着她往外走，因为走得慢了，还被妈妈狠狠拽了一把，差点摔倒。妈妈不爱我，我从小就知道这件事。就连我的名字都充斥了他的厌恶。小姨说，因为我的亲生父亲是个渣男，他抛妻弃子，所以妈妈才不爱我的。所以我一直小心翼翼的，生怕妈妈讨厌我。我努力学习，把100分的卷子捧到她跟前，妈妈却一把撕破，扔在我脸上。她恶狠狠地说：“就算你学一辈子，你都追不上你表姐。”我强忍着泪水，此后更加努力学习。我想要向妈妈证明，我真的不差，我不比表姐差。可是妈妈却扔了我的铅笔和本子，递给我抹布和扫把。有时间学习，还不如打扫卫生。以后家里的地你要天天拖，以后趁早开始给我学做饭，要不天天白养你吗？我连学习这个唯一可以努力证明自己的机会都被妈妈割断。可能是因为我生下来就不被爱，所以永远比不过被爱的小孩吧。到了小姨家，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。表姐穿着得体漂亮的小裙子和小王冠，和同样漂亮整洁的同学们准备切蛋糕了，而我在门口甚至不敢换鞋子。我的袜子破了好几个洞，鞋子也早就脱胶了，动作大一点，甚至鞋底都有可能掉了。见我磨磨蹭蹭不敢进来，妈妈生气了，她骂骂咧咧地说我上不了台面，给我扔了一双大人穿的男士拖鞋。但转头她又笑容满面地捧上给表姐的礼物。安安，这是戴姨给你买的生日礼物，你不是一直想要这款水晶项链吗？水晶拼凑成了白天鹅的形状，表姐戴上特别漂亮，好像真的公主。我有些羡慕。其实我跟表姐是同一天生日的，但是我从来没得到过礼物，更别说昂贵的水晶项链了。表姐甜甜地说谢谢，妈妈顿时笑开了花。还是我们安安聪明懂事，不像那个死丫头，真跟个死人似的，话都不会说。我局促地看着明亮的地板，上面浮现出了我干瘦的影子，像是只窥探别人的幸福的老鼠。表姐的朋友、同学们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，还问表姐我多大了，是不是刚上小学？其实我们在同一个初中上学，但是我很少和别人说话。我们班49个人，我坐最后一个人的位置，没人和我交朋友。因为我总是穿着不合身的旧衣服，也不爱说话。他们说我又脏又臭，跟没妈的孩子一样。表姐看了我一眼，解释说：“不是，我们同岁，不说这个了，我们吹蜡烛吧。”见我尴尬地站在一边，小姨走了过来，
温柔地让我和表姐一起吹蜡烛。可我站在表姐身边的时候，自卑的感觉更深了。有人皱着眉头说了一句：“好臭啊，这是什么味儿？”我条件反射一般抖了一下，其他人闻言也纷纷嗅了起来。表姐皱着眉头说：“陈贱女，是不是你身上的味道啊？要不你先去洗个澡吧。”我连忙低头闻了闻自己的衣服，可是我刚洗了澡，怎么又会有味道呢？不是我看到了自己穿的拖鞋，是不是拖鞋的味道啊？你别胡说，那是我爸的拖鞋，刚买了没几天，就是你身上的味道。你不会是有脚气吧？表姐一脸严肃地说道。我有些手足无措，不知道是立刻脱掉，还是试图解释。见我们这边争执，喝得醉醺醺的妈妈马上赶了过来，她二话没说就扇了我一个耳光。这么大的孩子了，一点都不爱干净，给我滚出去等着！在场的同学们都吓坏了，他们一脸震惊地看着我和妈妈。我的脸红得滴血，从未有过的自尊心冒了出来，但被妈妈狠狠摔碎了。还是小姨过来解围：“你打孩子干什么？不是他的错，就是恃强脚臭，跟孩子没关系。”我感激地看着小姨，我时常想，如果小姨是我的妈妈就好了，她会温柔地给我说话，不会随便打我，过生日也可以有蛋糕吃，不用天天干活。妈妈却白了我一眼，扭头去安抚姐姐，她满脸愧疚：“安安，真是对不起，这个死丫头弄坏了你的生日会，大姨回去肯定会教训她的。”我心里忍不住恐惧起来，妈妈的教训不是说说而已的。妈妈扯着我离开了小姨家，但是刚出门，她就狠狠推了我一把，我脚下没站稳，整个人直接摔下楼梯。可是妈妈还是不满意，抓着我就是2个耳光。贱人，你真是个贱人！当初生下来你怎么没直接死了？我被她抽得晕头转向，不知道她是在叫我还是在骂我。我和表姐同时出生，她在一墙之隔的隔壁开心地庆祝，我却要被妈妈责骂殴打。一时间，委屈和愤怒同时涌上心头。我忽然爆发了一股勇气，我努力挣扎着，一把将她推开。我忍不住喊道：“你不爱我，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？”妈妈愣了一下，没想到我竟然会反抗了。你以为我想生你？要不是……说着，她想到了什么，突然闭嘴了。回到家以后，妈妈自己又开了一瓶酒，在没开灯的客厅里喝了起来。她一边喝还一边骂我，说是我毁了表姐的生日宴。我躲在厨房里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来。我的床也在这里，好在这里有月光。我擦干眼泪，继续把书从橱柜里拿出来看。我很笨，只有更加努力一点，才能赶上表姐，才能考上高中。直到妈妈喝得晕头转向来厨房，我吓了一跳，赶紧把书往被子里塞。妈妈却摇摇晃晃地来到了我的床前。我呆坐在床上，却见她看着我温柔地笑了。这种笑，她只对表姐有过。她坐到我的床边，突然说：“妈妈好爱你，你会不会怪妈妈？”我呆愣了一大会儿，心情前所未有的雀跃了一下。妈妈竟然说她爱我，可是下一秒，她又靠在我的肩膀上，晕晕乎乎地说：“安安，等你考上大学了，就跟妈妈相认吧。那对贱货不配养你，要不是当初妈妈没钱又没工作，才不会把你跟贱女换过来。妈妈真的好爱你啊！”轰隆隆，我的脑袋好像被人用锤子重重敲打了一遍。妈妈说的是真的吗？我不是她生的，我真的是小姨的女儿。想到小姨对表姐温柔的关怀，慈爱的眼神，我心中有一只小老鼠在乱撞。我真的可以有一个那么好、那么温柔的妈妈吗？我想了很久，决定第2天就去找小姨。放学后，我故意跟上了来接表姐的小姨，
在他们进家门的时候喊住了他。小姨虽然疑惑，但还是让表姐先进去，然后来找我说话。怎么了？你找小姨有什么事？我死死抓着衣角，尽量一五一十地说出来昨天晚上妈妈的醉话。我紧张地看着她问：小姨，我真的是你亲生女儿吗？可是小姨并没有我想象当中的激动，她的笑容甚至都消失了，变得冷冰冰的，甚至和妈妈有些相似。她反问我说：你觉得我是你亲吗？不安好像在一刻放大了。我忽然有些后悔问这个问题，小姨会不会也因此而讨厌我？我想让你当我妈妈。小姨又笑了，不过只勾起了一边嘴角。她讥讽地看着我，全然没有了当初的温柔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可是知道又怎么样？你是不是我的孩子不重要，我不要你，也永远不会把你当成女儿看待。说罢，他转身就走。我在原地站了很久，直到天黑的时候才反应过来，不管我亲妈是谁，妈妈不爱我，小姨也不爱我，我是个没人要的孩子。那天之后，我老实了很多，再也不去考虑谁爱我的问题了。虽然我依旧弄不清楚我到底是谁的孩子，可是我知道，现在唯一能改变我命运的机会就是学习。我没日没夜的学习，在学校里上课学，下课也学。回到家，我拖完地，做好饭，照样躲在厨房里学。等到中考的时候，我要靠近最好的高中；高考，我要考进最好的大学。他们爱不爱我都不要紧，我爱我自己。终于，我在期中考试的时候考了全年级第一，而表姐是第二。她考完就哭了，因为她从来没有得过第二名，也从来没被我超过过。知道她哭了，小姨心疼坏了，她把表姐搂在怀里，哄了又哄。她说：无论你考第几名，妈妈都爱你。我妈妈也来了，看见表姐委屈的样子，上来就踹了我一脚。不成器的死玩意，你干什么惹哭你表姐？快点道歉！我在大庭广众之下直接被打到跪在了地上。小姨这次却没看我一眼，直接带着表姐走了。我被妈妈踹了好几脚，她骂我是不是哑巴了？为什么不道歉？可是我做错什么了？为什么要道歉？还是班主任拦住妈妈，她才肯放过我。只是走的时候还不忘唾我一口，真是个死丫头，跟哑巴似的傻子，早点死了算了。他骂完就急匆匆地走了，不用想就是去找表姐了。班主任心疼我，他带我回了宿舍，又给我冲了一杯热奶茶。天太冷了，先喝点暖暖身子。这个正常人都叫不出来的2个字，却真的是我的名字。班主任说，以后我们不叫这个了，你成绩这么好，老师就叫你无双好不好？我有了新名字。班主任在课堂上宣布道，以后我们每次考试都给第1名一个特殊的奖励，第1就是天下无双，我们送他一个称呼，叫做无双好不好？以后只要谁成了第1，都可以叫这个名字。这次我们就送给陈同学吧。教室里响起了一阵鼓掌的声音，我感动得眼泪汪汪的。老师为了让大家接受这个称呼，竟然还费尽心思为准备这个奖励。就算是为了无双这个名字，我也要好好努力。班主任把我从最边缘的角落调进了讲台下面的位置，我也终于有同桌了。她是个胖乎乎的女生，每天都会带零食，偶尔还会给我分点。无双，你怎么这么瘦？你从来不吃东西的吗？虽然我在家里负责饭，可是妈妈时常不在家。她不在家，家里就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我只能饿着。而且中午不回去吃饭，妈妈也不给我钱吃食堂，她完全是不在意我的。知道我的情况后，每天同桌都借口吃不下了，拜托我消灭剩余的饭菜。
而我在他的投喂下，终于胖了一点，精神也好了不少。为了报答他，我还会给他讲各种题，说话都大方了不少。1个月后的中考，我志在必得。可是中考那天，妈妈却直接锁上了门，任凭我在厨房里怎么哭喊，她都不开门。她甚至直接撕了我的准考证，还有我藏在橱柜里面的书。我站在遍地狼藉里，而她站在门外。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？就算你考上了，我也不会供你念的。你不是你表姐，你就认命吧。我的心彻底死了，流着泪靠着门问：妈妈，表姐才是你的亲生女儿吗？妈妈的身影僵了一下，可还是否决了。你瞎说什么？我是你亲妈，你要是有你表姐一样懂事，我也不至于修理你了。可是我不知道我到底哪里不懂事了。我一片片捡起被撕碎的准考证，放在口袋里。妈妈的声音依旧在门外响起：我告诉你，你这样的就是打工嫁人的命。等考试完，你就直接去厂子里做工。我养了你这么久，你也该报答我了。别天天想着跟你表姐比，比不了。她的话我一句都没有听进去。我看着窗户，萌生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我们家住在3楼，而楼下是放电动车的雨棚。如果我运气好，跳出去可以直接吊在棚子上；如果运气不好，我垂下眼，最多也就是摔断胳膊腿。我要为自己拼一次。我看着推拉门外妈妈模糊的影子，轻手轻脚地挪动到窗边，然后迅速拉开窗户，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。我成功了。我在路人震惊的眼神中，快乐地滑下了雨棚的柱子。我要在妈妈抓到我之前去参加考试。班主任用胶带给我粘好了准考证，同班同学借了我笔和橡皮。等我冲进考场的时候，妈妈才追过来。她气得抓着铁围栏骂我：你长本事了，你敢不听话了，你就是个白眼狼。我养你这么多年，你就这么对我？可是没人愿意听他的话。考场外面等候的家长们更是用异样的眼神看着他。到底是什么样的奇葩，才会不让女儿去参加中考啊？考试一连3天，剩下的2天我都是避开他，在班主任家里住的。直到中考结束，我也没回家。我去了附近的一个工厂打工，包吃包住，还有工资。虽然累点，但是比家里可好多了。我在车间里汗如雨下的大螺丝的时候，来电话了，是班主任打到厂子里的。他在电话里欣喜地告诉我：无双出成绩了，706分，你是全县第1名，市里的中高都给我打电话了，你稳进。一时间，好像所有的努力、委屈与不甘都好像是得到了出口。我一边抹汗一边抹泪，趴在桌子上哭得像个水龙头。工厂里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也为我高兴，厂长甚至给我放了半天假，让我回学校参加激励大会。学校里把中考前3名请了回来，颁发奖状和奖品。奖品是一个很大的行李箱，还有暖水瓶。而这次演讲，表姐也在。演讲之前，她却找到了我：陈建女，你就算考过我妈妈也不会喜欢你的，你别想抢我妈妈。原来那天的对话，她是听到的，可是我只是沉默地拿起话筒，向着全校师生说：考试不是为了任何人，而是为了我自己。上了高中之后，妈妈对我的影响就小了很多，因为我开始住校了，老师还帮我申请了助学金。吃饭方面，我现在还有钱，没钱了也可以去食堂帮忙打饭，然后免费吃。可是申请助学金需要证明书，只要妈妈肯证明我们是单亲家庭就可以了。可是妈妈却死活不愿意，她就是不想让我上下去。她时常在家里喝得烂醉，要不就去小姨家里看表姐。我放假回来的时候，
他也只问表姐的情况，他关心表姐吃饭了没有，学习压力大不大，有没有人欺负他。我不知道，我也懒得跟他说。妈妈这时候就会骂我真是个废物玩意，一辈子都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永远都比不过你表姐的老鼠。我切菜的手突然停下，直接把菜刀扔到案板上。你那么爱他，你怎么不去当他吗？妈妈突然怒了，她扬着手就要来扇我，可是我已经长大了，早就不是那个小女孩了。我直接抄起菜刀对准她，你今天敢打我一下，我就敢砍你。妈妈总算蔫了下来，嘴里却依旧嘟囔着，我都好久没见你表姐了，也不知道她想我没有。我看着她说，你又不是她妈妈，她为什么要想你呀？妈妈看着我的眼睛，突然心虚地别过了头。她最后还是没给我签证明书，但是我自己偷偷模仿她的字迹签了。直到发助学金那天被表姐看到，我举着大大的牌子站在国旗下，等着老师拍照。其实说不紧张是假的，自尊心作祟让我整张脸都发烫，但是我心里很明白，这一点都不丢人。我需要钱来上学和生活，可是一道突兀的声音却在人群中响起，陈建女，你妈还背着名牌包呢，你家哪里贫困了？是表姐的声音。我尴尬地站在原地，想要解释，可是谁会相信我？谁会相信一个妈妈会不让自己的孩子上学？我的助学金被收回，学校说会好好调查，老师也语重心长地找我谈话。小陈，说谎可不是好习惯，这些钱应该给更有需要的人才对。任凭我怎么解释，老师也不相信我的话，他甚至说要把我妈叫来谈谈。作为语文课代表的表姐来办公室交作业，主动说可以帮我联系妈妈。贱女，你家里明明有钱，还非要占这个名额干什么？我看着表姐无辜的表情，突然觉得她是故意的。表姐，你能不能别在我面前装了？我妈只把你当亲女儿看待，她有管过我吗？表姐的脸顿时红了起来，大声反驳她没有。老师赶忙制止了我俩的争吵，让我先回教室去。表姐成绩好，又漂亮又会说话，老师们喜欢她很正常。我回到教室，看着桌子上的成绩单，表姐在我上面，她是第一，我是第二，但是我下定决心，我会超过她的。我没日没夜的学习，早上起得比鸡早，晚上睡得比狗晚。大家都睡了，我就躲在被子里打灯写练习题。同桌和我考上了一个高中，我们依旧是同桌和朋友。他每天都吐槽我太拼了。不是吧？这才高一，有必要这么努力？有必要。对于我来说，非常有必要。考试是唯一对我公平的地方。好在努力不是白费的。第一次月考，我就超过了表姐。我是班级第一，年级第6，她是班级第3，年级第13。表姐又不高兴了，她成熟了很多，最起码没再哭着找妈妈。但是谁都能感觉出来，我们在暗中较劲，直到表姐谈恋爱了，对象却是校外的一个小混混，他的成绩一落千丈。老师叫来了小姨谈话，我从食堂打饭回来，正好和他们撞上。表姐哭红了眼，而小姨则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虽然没说话，但又好像什么都说了。结果到了晚上，我妈又来了，她背着她的名牌包，踩着高跟鞋闯进教室，二话没说就要上手打我。你天天嫉妒你表姐，说那个混混是不是你介绍给他认识的？你怎么能这么贱？同学们都惊愕地盯着我们。我早就习惯了他的疯癫，站起来拉他往外走。你别打扰大家学习。妈妈气得甩开我的手。你比不过你表姐，你就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。那个小混混是谁？我怎么知道？他不愿出去拉倒，
正好给大家看笑话了。罗安安跟你说我介绍的对象，你怎么不问问他，是不是我按着头让他们俩亲的？妈妈气得涨红了脸。你少污蔑你表姐，安安多懂事，她才不是那种人。那你找我问什么？管好你亲闺女，少来管我。我一屁股坐了回去，毫不畏惧地跟他对视，还不走？那要不要我跟全世界宣布罗安安谈恋爱了，好让校长早点处罚他？妈妈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心不甘情不愿地走了。同桌忍不住唏嘘道：“这是你亲妈吗？”我没有回答，因为这一直都是我心里的一个疑问。那天妈妈说的醉话不像是假的，她说我是小姨的女儿，可是小姨的表现却根本不像是我亲妈的样子。我想到了做亲子鉴定，甚至还偷偷去查过，但是一次亲子鉴定的价格就要2000块，我根本负担不起。如果想做鉴定，最起码要等到高考过后。但是我暗暗下定决心，无论谁是我的亲妈，我都不会原谅她。而表姐还是回来上课了，只不过整个人憔悴了很多。但是我没工夫理她，因为马上要到期末考试了。期末考试前，表姐竟然找到了我，但是却是找我帮她私奔。被我拒绝后，表姐还是私奔了。小姨哭到泪崩，姨父急到报警，我妈更是要打我。你怎么不看好你表姐？她要是被别人骗了，可怎么办呢？妈妈焦急的连烫了一半的头发都顾不得，我只是木木的一头扎进了书本里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表姐总算被找回来了，但是却一蹶不振，成了学校里的吊车尾，而我却越挫越勇，稳坐第一的宝座。妈妈还是很看不起我，就算我学习好，她也只会白我一眼，嘟囔道：“只会看书的书呆子有什么用？”而表姐为了和家里人对抗，选择了另一条路。她特立独行，化妆抽烟，完全变成了一个女混混的模样。但是我妈还安慰自己，安安天赋高，就算是晚2年也能赶得上。你就算再努力，你也比不过人家。她的嘲讽却让我学习更加卖力了。就算我愚笨，我也可以用努力补上。很快就到了决定命运的时候。为了防止妈妈再次捣乱，我干脆是在学校宿舍里住的。大多数同学都回去了，我一个人住在黑暗的房间里，却怎么也睡不到。说不紧张是假的，但这是我唯一改变命运的机会了。好在高考很快就结束了。我接到清华录取通知书的时候，还在饭店里擦桌子。那份沉甸甸的通知书好像是我的通关奖励。我鼻子酸酸的，被同事大姐们围起来夸赞，甚至老板还给了我1000块钱奖金，拍了照片放在大厅里宣传。学校更是敲锣打鼓给我带上红花，甚至还给了我2万块钱的奖学金。拿到奖金的第一件事，我就去做了亲子鉴定，一共2份。一份是我和妈妈的，另一份是我和小姨的，但是结果却让我十分惊讶。亲子鉴定当天，表姐邀请我去她的升学宴。她虽然只勉强考上了一个大专，但是小姨和姨父也没有嫌弃，还是热热闹闹的给她庆祝。表姐在我面前炫耀，考上清华又怎么样？你妈还是不爱你，不像我爸妈，无论考得怎么样，他们永远宠着我。我大大方方笑着说：“那就先恭喜你成功考上大专了，祝你一辈子被爸妈宠着。”表姐脸色有几分难看，哼了一声就走了。妈妈姗姗来迟，手里却拿着一把崭新的车钥匙。她喜滋滋地把钥匙交给表姐：“好孩子，这是大姨给你的升学礼物，以后你可别忘了大姨。”表姐更加得意了，她昂首挺胸地朝我看过来，而妈妈也顺着她的目光看到了我。她还是喜欢在众人跟前给我难堪。你来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
你就算运气好，考上了大学，又能怎么样？以后别想我给你1毛钱生活费。小姨出来劝她，这可是你亲闺女，你就这么狠心？妈妈却冷哼道，她生出来就是个错误，要不是扔不了，我早就不要她了。亲戚们朋友同情的眼神在我脸上转来转去，妈妈也死死盯着我，可是我却一点伤心的表情都没有，这让他们倍感失落。我看着妈妈，平静地问道，你对你的亲生女儿就这么狠心？我呸！你就是个孽种，你也配当我闺女？你也不撒泡尿照照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告诉你，我要是有闺女，也只能是安安这样的，不是你这个小贱货。她的恨意是真实存在的，哪怕不在乎了，可是听到她这些话，我依旧觉得浑身难受。宴会厅里安静了下来，所有人都能听见妈妈对我的责骂和侮辱。小姨也选择了沉默，表姐用怜悯的眼神看着我，唯有小姨夫皱紧了眉头，在旁边劝她别说了。可是妈妈却越说越起劲儿，好像要把无数的委屈都宣泄出来。你生下来就是我的耻辱，因为你我这一辈子都毁了，你简直要把我给绑死。真不知道你有哪点比得上安安的，大学能录取你就是他们眼瞎了。我静静地看着他，认同的点头，对，我永远比不过表姐，就像你永远也比不过小姨一样。妈妈愣在原地，小姨也皱着眉看我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不紧不慢地把手中的2份亲子报告放在了桌面上，但是并未打开。妈妈，你知道吗？那天我听到你说的话了，你说出生时你把我和表姐换过来了。妈妈的脸唰的一下就变白了，她冲过来要打我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没说过这种话。而我接着说，可是我又去问过小姨了，她说她知道这件事，但我不会是她的女儿。小姨的脸色也僵硬了起来，亲戚们议论纷纷，谁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一个瓜，所以我做了2份亲子鉴定。妈妈的眼神慌乱了起来，想来抢鉴定结果，却被我躲了过去。她干脆自曝，是你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你满意了吧？安安才是我的孩子。表姐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，她立马抱着小姨的胳膊喊道，你不是，我才不要你这个坏女人当我妈妈。妈妈的表情受伤，抓着她的胳膊哭着说，我真的是你妈妈呀，安安，妈妈之前对你那么好，你怎么能忘了呢？可是表姐的眼睛里满是厌恶，根本不愿意看她一眼，而我则看向小姨，小姨，你说我到底是谁孩子？小姨别过眼神，冷冷道，我怎么知道，反正不是我的。我垂眼笑着打开了第1份亲子鉴定，没错，我确实不是你的孩子，因为当年你发现妈妈换孩子后，又偷偷换回来了吧？亲子鉴定上赫然显示我和妈妈就是亲母女。刚才还哭着拉扯表姐的妈妈突然愣住了，她拿着那份检查结果看了又看，还是不敢相信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你这个贱，你怎么可能是我的女儿？但鉴定做不了假，我真的是她的女儿。妈妈崩溃了，她几乎是抓着小姨的衣领摇，你说话呀，你早就知道这件事对不对？你就看着我打她，你心怎么这么黑？小姨一把甩开了她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自己贱，跟一个渣男生了孩子，还妄想换我的女儿，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的。我深吸一口气说道，小姨，你先别急，其实我的生物学父亲也在现场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亲爸就是个垃圾，他早就不要你们母女了，现在就算活着也应该是在监狱里。看小姨这样紧张，我突然想笑，那你急什么？我把目光放到小姨夫身上，他果然不敢看我，
而我又紧接着掀开第2份亲子鉴定，上面赫然显示我和小姨夫是亲父女。我本来是想和小姨做亲子鉴定的，没想到却误拿了小姨夫的头发。但是阴差阳错之下，却让我发现了这个大秘密。现场一片哗然，亲戚们一个个七嘴八舌的议论：这叫什么事儿啊？陈小芝打了这么多年的闺女，竟然是亲生的，哎，真是造孽！要说陈小芝也是活该，谁让她不长眼勾引妹夫的？你是不是傻？俩孩子同时生的，还不知道谁勾引谁呢？小姨气到站不稳，她捂着头怒吼道：罗建华，你竟然敢出轨！小姨夫鹌鹑一般不敢说话，只敢看着我妈。妈妈却只顾着流泪，想要抱抱我，但是又不敢上前。小姨要我妈妈给她说清楚，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妈妈这才跪坐在地上，哭着说出了当年的真相。原来妈妈和小姨夫竟然是初恋。小姨和小姨夫新婚夜那天，她也和妈妈死灰复燃了，而我和罗安安恰巧同一天生出来。妈妈看着他们幸福的一家，这才产生了换孩子的冲动。只是他们之间的恩怨，真正受伤的却只有我。如果可以，我宁愿自己不生出来。升学宴变得一团糟，妈妈和小姨互相掐架，表姐也气得要来打我。你真的好贱，你毁了我的升学宴！我一把推开她，指着角落里的男人说：这一切因他而起的。你怎么不去找你爸？入学之前，我改掉了名字，我喜欢无双这个名字，以后也会继续用下去。妈妈怀着满心的愧疚来求我回家，她捧着原本送给表姐的车钥匙。无双，妈妈给你准备了一个大房间，你不是喜欢看书吗？妈妈给你买了好多书，你什么时候回家看看呢？我出了图书馆才回答她。别来找我，我以后都不会回去的。妈妈急忙要把钥匙塞给我，那你这个可要收下呀，就算是妈妈补偿你的。我直接将钥匙扔了回去，没必要。你以为用这些就能弥补我之前的痛苦吗？钱很重要，但比钱更重要的是爱。这些年，如果不是靠着学习的这股劲儿，我早就被无尽的压力和折磨打垮了。而妈妈也不是真的觉得她错了，她只是发现了我原来才是她的孩子。如果我不是她的孩子，就永远要受到这份折磨。妈妈哭得妆都花了，她拉着我的手说：你怎么能不原谅妈妈呢？妈妈之前又不是故意的，你之前不让我上学不是故意的，我做饭被烫伤后还要被你打骂也不是故意的。那你告诉我，究竟什么是故意的？忽然我嘲讽笑了笑，我知道了，当初你换孩子的时候是故意的。如果不是小姨换了回来，现在被你折磨的就是罗安安了。小姨一家最近也在闹离婚，罗安安还特地上门吵了妈妈一顿。她说如果不是我们母女，他们家根本不会这样。而且妈妈是个抠门精，说好给她的车又不给了。但是这些闹剧已经跟我没关系了。开学后，我踏入了崭新的世界，并且永远不会再回去。妈妈还是每天都给我发信息、发红包，一遍又一遍地说她是真的爱我。可是迟来的爱还算爱吗？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